你的注意力是比你的金钱更宝贵的资源，而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把它投资在哪里了？是在建立自己内在的帝国，还是在不断的观察别人的帝国？想想你最常见的姿势，低着头，弓着肩，眼睛盯着一个向你展示别人生活片段的屏幕，你弯腰看手机，但你上一次挺直腰板审视自己的地平线，审视那条只有你能走的路是什么时候？网络上陌生人的意见通过评论和点赞表达出来，对你的一天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常常超过了你自己信念的力量。你正在由外而内的生活，让外界的噪音决定你内心的平静，而这正是一个脆弱生活的架构。你成了自己旅程中的一个幽灵，一个本该是决斗士的竞技场上的观众。你的日常是被动的，是你收到的通知、爆发的新闻、出现又消失的潮流的回声。这种视线转移综合症让你陷入了慢性焦虑，一种永远迟到、永远不够好、永远比别人定义的遥不可及的理想落后一步的永恒感觉。你的身份成了一个脆弱的马赛克，由别人的认可碎片拼凑而成。你感觉自己是所有人故事里的配角，唯独不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而这种无力感，这种被潮流带走的感觉，是人类所能经历的最大的生命能量消耗。你生来是为了创造，而不仅仅是消费。但是有一条出路，有一条回到你自己生活指挥中心的路。这个视频就是你的回归地图。我们不谈论神奇的解决方案或肤浅的积极思考，我们将深入一种心灵技术，一种在古罗马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锻造出来的实用哲学，旨在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在堡垒。我将引导你学习主权注意力的4大法则，4种实践，4项任务，它们将训练你抬起头，挺直你的精神姿态，专注于那个唯一、真正重要且完全在你掌控之下的变量——你自己。重获个人主权的旅程现在开始。第一步是宣告你的意图。在继续之前，请订阅本频道，开启通知，并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一转变。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掠夺性的自私，而是我们所称的个人主权。这是斯多葛学派最基本、最强大的原则，应用于数字分心时代。它是指以近乎手术般的强度，完全专注于你控制圈内的事物。而最直接的领域，你帝国的第一块领地，就是你自己的心灵，你自己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审视自己是一种自恋行为，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视角错误。他们混淆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放纵。我们在这里要实践的恰恰相反，一种激进的责任行为，一种让你为世界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软弱的纪律。让我们重新定义这个概念。先关注自己，不是要忽视世界，而是要建立一个如此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你可以从一个充满力量而非需求的位置与世界互动。把它想象成战略对齐。想象一位建筑师要花数年时间建造一座摩天大楼，他会把大部分时间和最关键的资源投资在哪里？地基上，一个看不见的、深邃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关注自己正是如此，花费90%的时间来巩固你的精神基础、你的价值观、你的原则和你的目标。你无法从一个软弱、分散、被动的中心来服务你的家庭、你的社区或你最伟大的目标。你能为世界提供的最强大的帮助，就是成为一个自我管理的个体。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到了退回到内在城堡的重要性。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明白，真正的权力不在于他的军队或他的头衔，而在于他管理自己精神世界的能力。无论外界如何混乱，另一位伟大的斯多葛派学者艾比克泰德教导我们关于控制的2分法，区分我们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物的智慧。别人的意见、他人的成功、社交媒体的算法，所有这些都在你的控制之外。你的反应、你的焦点、你的纪律，这些是你的，而这里就是我们将集中我们所有力量的地方。主权注意力的第1条法则是你的初始任务。它的指令简单，但在实践中极具挑战性。任务是在你一天的最初几个小时
理想情况是最初的60到120分钟，不消费任何人的意见。这意味着没有社交媒体，没有新闻门户，没有被动的电子邮件，只有你的思想以及你当天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一种精神净化的行为，以一块白板开始新的一天，准备好被你的意图所描绘，而不是被世界的噪音所玷污。把它想象成给你思想的一次排毒，让它在被外部频率轰炸之前，先用你自己的信号进行校准。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而直接的。你的头脑被习惯所制约，会渴望刺激，无限滚动的廉价多巴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虚假连接感，害怕错过的恐惧，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强烈的抵抗。你会感到一种拉力，一种微妙的焦虑，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拿起手机的冲动。这证明了你没有在控制，你的习惯在控制。现代大脑的自然趋势是寻找新奇和刺激的东西，而不是重要和深刻的东西。遵守这条法则是你反抗算法暴政的第一次反叛行为。想象一下，你的头脑是一座堡垒，你的注意力是主门。每天早晨醒来时，你都有一个选择，你可以立即打开大门，让一群混乱的意见、恐惧和别人的欲望侵入你的领地，掠夺你的能量；或者你可以像一个纪律严明的哨兵一样，保持大门关闭。你可以先检查你自己的城墙，组织你自己的军队，并确定你当天的策略。意见斋戒就是这种主权行为，是你内在堡垒的统治者，决定在你的王国里第一个被听到的声音将是你自己的。通过实践意见斋戒，你不会失去任何必要的东西，然而你所获得的是无价的。你获得清晰，你获得区分自己目标和干扰的能力，你以一种积极主动而非被动反应的状态开始新的一天。你甚至在出门前就挺直了你的精神脊柱，但是这种做法就有能力改变你每一天的质量，因为你确保了播种在你精神花园里的第一批种子是你自己的，而不是被他人意见之风吹来的杂草。这第一条法则奠定了基础，它创造了神圣的空间，没有它，其他法则就没有肥沃的土壤来生长。这是在开始创作你的杰作之前清理桌面的行为，这是一种无声但有力的宣言，即你的平静和专注是不可协商的。通过戒断他人的意见，你滋养了自己的清晰。你发现你消费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信息，只是噪音，而在随之而来的寂静中，你开始听到一个被压抑了很久的声音，你自己的声音。每日实践这种斋戒会强化一个关键的精神肌肉，与自己独处的能力。现代社会训练我们害怕沉默，害怕空虚，但正是在这看似空虚的地方，创造力、内省和真正的战略规划得以诞生。通过抵制用外部内容填满每一微秒的冲动，你重新发现了你内在世界的丰富。你意识到你不需要持续的验证或不断的干扰来感到完整，你自己的陪伴变得足够，这是一种非凡的力量源泉。这第一条法则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简单性，它不需要任何设备，没有任何成本，只需要在沙滩上划一条线的意志力。这是一个二元选择，你是以掌控开始新的一天，还是以被掌控开始新的一天？通过选择掌控，你向你的潜意识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你是主人，不是奴隶。而这种在第一个小时培养起来的心态，会贯穿你一天的剩余时间，影响每一个决定和每一次互动。掌握意见斋戒是赢得注意力之战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这相当于建造你堡垒的外墙。有了它，你就不那么容易受到信息混乱的随机攻击。你创造了一个庇护所，在那里你可以清晰地思考，深刻地感受，并有目的的行动。你如此追寻的平静，并不在外面某个地方等着被找到，它正等着被培养。而这始于关闭大门这个简单却革命性的行为。记住精神脊椎的比喻，每当你屈服于早晨查看社交媒体的诱惑时，你就弯曲了这根脊椎，你向琐事低头。每当你抵抗并选择沉默时，你就把它挺直，你站了起来。每日重复这一行为会加强这个内部结构，使其变得坚固而有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直立的姿态成为你的默认状态。你行走于世，不再是作为一个反应者，
而是作为一个坚定的领导自己的人。直接的实际后果是，早晨焦虑的大幅减少，那种一天还没开始就感到不堪重负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和控制感。你不再是毫无准备地进入信息战场，你像一位已经研究了地图、制定了策略，并完全专注于任务的将军一样进入。这就是第一法则的力量，它没有给你的生活增加任何东西，它移除了削弱你的东西。主权注意力的第二条法则是你的下一个任务。在用斋戒创造了寂静之后，现在你需要在那个空间里建造一些东西。任务是定义并捍卫一段每日的、神圣的、不受打扰的时间块，专门用于你最深刻的工作或最重要的反思。这是你的修道院时间，在此期间，你完全无法被联系到，没有打扰，没有通知，没有例外。这是你对世界关上门，致力于真正推动你生活前进的事情的时刻。内心冲突是我们对生产力的错误观念，我们被教导要颂扬忙碌，快速回复邮件，随时待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所有这些都被视为重要的标志。完全断开连接的想法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你会感到我需要在线，或如果有人需要我怎么办的内部压力。对这种深度专注的抵抗是我们肤浅文化的抵抗。保护这段时间快是一场对抗紧迫性暴政的战斗。使用沉默的建筑师这个比喻，想想那些宏伟的大教堂是如何建造的，不是通过匆忙和多任务处理，而是通过漫长、专注、不间断的时间块。工匠们已完全的投入致力于单一的任务。你的内在修道院是你个人的建筑工地，在那段神圣的时间里，你不是那个回应所有人的经理，你是那个绘制蓝图的建筑师，那个雕刻石头的雕塑家。外面的世界可能混乱不堪，但在你的修道院内，有的是寂静、专注和创造。通过建立并尊重你的内在修道院，你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力和创造力飙升。你在90分钟的专注工作中取得的进展，比一整天被打断的工作还要多。实际的结果是卓越。你开始产出更高质量的工作，并更容易地解决复杂问题。你不再是一个忙碌的工人，而成为一个高效的工匠。你获得的力量是精通的力量，是创造真实而持久价值的能力。这段时间快成为你一天的锚点，无论你其余的时间变得多么混乱。你知道你已经确保了一段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这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满足感和控制感。那种一天过去了，我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做的焦虑感消失了。你建立起坚实的自信，这自信不是基于希望，而是基于你纪律和你进步的每日证据。捍卫这段时间的行为也训练了你设定界限的能力。每当你关闭通知或传达你的不可用状态时，你都在锻炼你的精神脊椎，你在教导自己和他人，你的专注具有巨大的价值。这在开始时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周围的人会学会尊重你的深度工作时段。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也学会尊重他们，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待你的时间。在你的修道院内，你不仅仅是在工作，你是在锻造自己，这是与自己对话的时间，使你的行动与你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确保你成功的阶梯靠在正确的墙上。外部刺激的缺席让你内心的声音变得更清晰，许多你在外面拼命寻找的答案其实已经存在于你内心，等待着必要的寂静让它们浮现。这是你的战略对齐时间。持续的实践将这种纪律转变为一种仪式，大脑开始将那段时间和那个物理空间与深度专注联系起来，阻力减少了，进入心流状态变得更容易、更快。你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深度工作产生结果，结果产生信心，信心加强了保护你时间的纪律。指数级的进步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一次一个神圣的时间块，你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注意力的质量。通过将你最好的注意力投入到你最重要的工作中，你不可避免地在建设一个更高质量、更有意义和更具影响力的生活。内在修道院不是奢侈品。在21世纪的注意力经济中，对于任何拒绝过一种被动平庸生活的人来说，它都是绝对的必需品。
它是你个人的发电站。你已经用意见斋戒建好了城墙，现在正用你的内在修道院竖起主塔。你正感觉到变化，坚定感正在回归。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深化这座堡垒的人，我有一个邀请。我创建了一个名为坚不可摧的心灵的特别播放列表，这是一个为应对现代挑战而设的斯多葛策略库，把它看作你训练的下一步。链接在描述中。这是给那些准备好更进一步的人的一个快速消息。现在我们来看第3条法则。我们到了一天的尽头，你的精力正在下降，而这正是任务变得内省的地方。任务是在评估你的进步、你的价值和你的一天时，你唯一的参考点必须是你自己。你必须照镜子，而不是通过窗户看别人的生活。唯一有效的比较是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之间的比较。唯一重要的指标是你是否完成了你打算做的事，是否按照你的价值观行事。你所有的评估都必须是内在的。这里的内心冲突也许是所有冲突中最强大的，因为它攻击了我们社会不安全感的根源。比较是快乐的窃贼，也是头脑的默认机制。通过窗户看邻居的草坪是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冲动，被社交媒体放大了数十亿倍，而社交媒体本质上就是通往非我们生活的窗户。抵制这一点需要巨大的意志力，它要求你放弃对外部验证的需求，并找到一种内在的价值感。这个比喻清晰而有力。窗户向你展示的是一种幻觉，它向你展示别人生活中的亮点，而不展示幕后和挣扎。将你完整的自我与别人经过编辑的门面进行比较，是通往不幸的必然配方。而镜子则展示真相，它确实反映了你的缺点，但它也反映了你的韧性、你的努力。镜子不说谎，它让你面对那个你唯一有能力改变的人，你自己。照镜子是一种激进的诚实行为。通过练习镜子自我评估，你将自己从外部验证的情绪过山车中解放出来。你的日子不再因为你受到赞扬而好，或因为受到批评而坏。你的日子变得好，是因为你保持了纪律，因为你正直的行事。你培养了斯多葛派所谓的心平气和。你的自尊来源从外部转移到内部，你成为一个引力个体，拥有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心，以至于赞美不会让你膨胀，批评也不会让你动摇。这种做法培养了谦逊和自我同情。通过只与自己比较，你庆祝小的胜利，并承认渐进的进步。你明白旅程是漫长的，成长不是线性的。窗户让你感到要么傲慢，要么嫉妒。镜子让你专注于过程，下一步持续的努力。它教你对自己成为一个耐心的导师，同时又让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的结果是建立起坚不可摧的自信，即所谓的内在验证。你的信心不再依赖于你无法控制的因素，它是在你的职业道德、你的纪律、你对自己遵守的诺言中锻造出来的。这种信心是真实的。当事情变得困难时，它不会消失，相反，正是在困难时刻，它才最闪耀，因为它基于你知道你可以依靠自己来面对逆境。每天结束时，问自己镜子的问题：我做了我说过要做的事吗？我是否以勇气和正直行事？我是否将精力集中在我能控制的事情上？我今天比昨天好一点了吗？这些是塑造品格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成为你内在堡垒的砖块，一个用自律和诚实的砂浆建造的结构。世界可以在外面继续它的表象秀，但在你内心，你努力的真相是唯一回响的东西。这条法则迫使你定义自己的成功指标。对你来说，成功的一天意味着什么？不是对社会而言，不是对你父母而言，不是对社交媒体而言，而是对你而言。也许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保持了冷静，也许是完成了你的专注工作快。通过设定自己的计分牌，你开始玩一个你能赢的游戏，即自我掌控的游戏，而不是那个不可能的社会比较游戏。从这种实践中产生的内心平静是深刻的，社会比较的焦虑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旅程的宁静专注。你停止了跑别人的赛跑，开始有目的地走在自己的路上。你成为自己价值的评判者，
并且通过公正和严格的这样做，你变得不受世界肤浅判断的影响。你明白，唯一真正重要的掌声是你未来自我的掌声。记住，窗户是分心，镜子是方向。窗户把你拉向外面，拉向别人生活的混乱；镜子把你拉向内心，拉向你力量的中心。选择镜子，每个晚上，无一例外，正是在这种诚实的自我反思行为中，你会找到第二天的清晰和继续建设你渴望成为的人的力量。这就是抬起头的精髓，将目光从别人的生活中移开，坚定地锁定在自己的生活上。内部自我评估并不意味着忽视外部反馈，而是通过你自己的价值观来过滤它。你成为决定哪些建议有用，哪些只是噪音的主权者。镜子为你提供了衡量所有反馈的标准。没有这个内部标准，你只是一艘漂泊的船，被他人意见的波浪来回抛掷。以镜子为你的罗盘，你有意的航行，利用外部的风力为己所用，但从不迷失你的目的地。每日查阅镜子的实践创造了一种成长的内部对话。你成为自己的导师，自己的教练，你学会原谅自己的错误，只要你从中吸取了教训，并为努力感到自豪，无论结果如何。这种基于诚实和尊重的与自己的关系，是你生活中所有其他健康关系的基础。在你能真正与他人连接之前，你必须首先与自己牢固的连接。主权注意力的第4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是保护你整个系统的法则。任务是练习刻意和战略性的使用不这个词，对一个消耗你能量且不服务于你主要目标的请求说不，对一个让你偏离道路的干扰说不。你给出的每一个是，都是你用时间和精力签署的一张支票。不是你的盾牌，它保护你最宝贵的资源，以便它们可以被投资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内心冲突是我们取悦他人的程序设定。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乐于助人，要说是来被接受。说不似乎很粗鲁、自私，具有对抗性。害怕被拒绝，让别人失望、失去机会的恐惧是一种麻痹的力量。自然的倾向是说一个软弱的事，来避免一时的不适，即使这意味着牺牲你宝贵时间的数小时或数天去做对你没有价值的活动。不，在当下是困难的，但它能带来解放。这里的比喻是在你堡垒门口的哨兵，在戒断了意见，建造了你的修道院，并在镜子中评估了自己之后，你需要一个守护者来保护这个结构。不，就是那个守护者。每一个请求，每一个邀请，每一个机会，都是有人在敲你的门。你作为哨兵的工作，不是为所有人开门，而是评估这服务于我王国的使命吗？这会加强我的城墙，还是削弱他们？一个战略性的不是对他人的拒绝行为，而是对自己目标的保护行为。通过学会使用不作为盾牌，你获得的力量是清晰和专注的力量。沃伦·巴菲特曾说，成功人士和非常成功人士的区别在于，非常成功的人几乎对所有事情都说不。你对一个次要优先事项说的每一个不，实际上都是在对你的最高优先事项说一个响亮的是。你停止将你的精力分散在1000个方向，而是像激光一样将其汇集在能产生最大成果和最大满足感的事情上。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你的人际关系。起初，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质量的人会学会尊重你的时间和你的目标。他们会明白，当你说是时，那是一个真诚和承诺的事，而不是出于义务的事。你的事变得更有价值。你吸引那些真是专注和纪律的人，并排斥那些只想消耗你能量的人。你通过捍卫你的边界来教导世界如何对待你。练习优雅的拒绝。不必是攻击性的，可以是我感谢这个机会，但我需要拒绝，以保持对我目前项目的专注，或我很乐意帮忙，但我现在能力已达极限。诚实和清晰比一个充满怨恨的事和随之而来的糟糕工作更受尊重。记住，你不是在拒绝那个人，你是在保护你对自己优先事项的承诺。这是对自己正直的一种行为。这个盾牌保护你免受现代社会机会过载的弊病。我们生活在一个选择无限的世界里，选择忽略什么的能力比选择做什么的能力更重要。不
是你的策展工具，它让你能够雕刻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移除所有多余的、所有好的东西，以便为真正对你卓越的东西腾出空间。没有这个盾，每次你使用你的盾牌时，你都在加强你的精神脊椎。你向自己声明，你的目标比他人的暂时认同更重要。你成为自己生活的设计师、建造者和保护者。这4条法则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斋戒清理场地，修道院建造结构，镜子确保建筑与蓝图一致，不，保护工程免受入侵者侵害。他们共同改变你。不的力量还在于它创造空间的能力，思考的空间，休息的空间，呼吸的空间。在我们这种追求不懈生产力的文化中，非结构化的时间被视为浪费，但正是在这个空间里，创造力得以绽放，恢复得以发生。对又一个任务或承诺说不，就是对你自己的理智和福祉说是，而这些是任何长期旅程中必不可少的燃料。没有这个空间，你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疲力竭。战略性的不是一种自尊的形式，它首先向你自己传达，你在这地球上的时间是有限而宝贵的，你一天只有有限的小时数，一生中只有有限的天数。将这段时间视为珍贵的资源，而不是可以随意分发给任何请求者的东西，对于过好一生至关重要。以最明智的方式分配这一资源是你的责任。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大师和领袖，他们许多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几乎有一种无情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时间和专注。他们明白，要创造出有巨大价值的东西，就必须牺牲许多价值较小的事物。不是让他们能够刻意做出这些牺牲的工具。他们不是环境的受害者，他们通过拒绝来塑造自己的环境。从小处着手，今天练习对一件小事说不，一个你没兴趣的活动邀请，一个承担非你责任任务的请求。观察最初的不适感，然后是随之而来的一阵解脱和赋权感。每一个小的不都是一次训练，为你更大更困难的决定出现时增强你果断的肌肉。记住，目标不是成为一个孤立和难以接近的人，目标是成为一个有意识的人。你仍然会说很多次是，但你的是会更有力，更有承诺，更符合你真正的身份和你真正想在生活中建立的东西。你将从被动的慷慨转变为刻意的慷慨，从一个充实而非义务的位置去帮助和贡献。通过掌握这4条法则，你有效地实现了从被动观察者到沉默建筑师的转变。你不再仅仅是数字现实的消费者，而成为你自己物质和精神现实的有意识的生产者。你的头抬起来，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你的焦点不再分散在地上或屏幕上，而是固定在你自己的地平线，你自己的生活项目上。你的姿态改变了，字面上和比喻上都是。曾经在比较和被动反应的重压下弯曲的肩膀开始挺直，由你每日纪律锻造的精神脊椎的力量所支撑。你曾经转移的目光变得直接而平静，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并且不容易被道路分心的人的目光。你成为一个引力个体，你的平静、你的专注和你的目标创造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内部引力中心，以至于外部世界的意见和混乱再也无法将你拉离轨道。人们开始被吸引，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存在的坚实。你以身作则，展示了在一个充满分心的世界里，有意识的和有主权的生活是可能的。这个旅程并不容易，也并未在此结束。这是一种日常实践，一种对你优先事项的不断重申。会有你失败的日子，会有分心获胜的日子，但现在你有了地图，你有了法则，你知道如何回到中心。目标不是完美，而是坚持不懈的实践。你应用这些法则的每一天，你都在为你内在的堡垒添上一块砖，让它更坚固一点，更不可动摇一点。这就是个人主权的精髓，不是要控制世界，而是要如此的掌控自己，以至于世界再也无法控制你。这是关于重获你的能动性。你有意识地选择投资你最宝贵资产，你的注意力的能力。通过战略性的、有纪律的首先关注自己，你反而变得更有能力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为他人和世界服务。
你开始看这个视频时，可能感觉自己像是生活中的一个幽灵，一个低着头的被动观察者。我们学习了主权注意力的4条法则，意见斋戒来清理你的精神空间，内在修道院的建造来树立你的工程，用镜子而非窗户来以真相引导自己，以及用布作为你的盾牌来保护你的目标。这不是一个生产力技巧列表，这是一个操作手册，让你成为我们所称的沉默的建筑师，一个从内在价值观核心运作的个体，拥有直立的姿态和直接的目光，从力量和自我定义的目标的位置与世界互动。现在从理论到实践的旅程开始了，它始于一个宣言，一个承诺，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在这个评论区向任何人证明什么，而是作为一份与你未来自我签署的合同。这是你第一个刻意专注的行为，你第一个决定将自己的旅程放在首位，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责任。如果你承诺要抬起头来，专注于自己，就在下面评论“我优先”，让这几个字成为你新精神姿态的基础。如果这个视频与你产生共鸣，请点赞并订阅，以继续接收为你堡垒准备的工具。而对于那些像真正的斯多葛派一样坚持到最后，吸收了每一个字的人，你们的承诺是卓越的，这显示了一种已经很罕见的专注能力。做出最后的宣言来巩固这个建筑师社区。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不仅创造了一种社区感，也向你自己表明你善始善终。如果这条信息增强了你，请将它分享给一个你知道需要听到它的人，成为某人的向导，就像这条信息曾是你的向导一样。旅程并未在此结束，它现在开始。抬起头来，你的宇宙在等待你，开始统治它吧。